2023年9月19号，阿塞拜疆突然袭击了亚美尼亚，并同时进攻了俄罗斯的维和部队。令人震惊的是，仅用了1天的时间，阿塞拜疆就占领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亚美尼亚呢却毫无还手之力，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所有停战要求。在几天后，未被国际承认的纳卡共和国领导人宣布，纳卡共和国将在2024年1月1号停止存在。纳卡国防军也在本月交出所有武器。纳卡地区的丢失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关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对冤家之间的故事，想必不用大兵多说啊。两家因为领土问题，其实已经打过不止一次了。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9月份的冲突。不过和往日的纳卡冲突不同的是，新一轮的纳卡冲突爆发的突然，结束的更突然。在阿军发起进攻还不到48小时，亚美尼亚扶持的纳卡当局就宣布放下了武器。亚美尼亚政府更是表示，纳卡当局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在9月20号，阿塞拜疆正式宣布，在俄罗斯的促成下，达成了全面停火协议，所有亚美尼亚武装人员撤离纳卡，阿塞拜疆则全面接管这个地区。而阿军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拿下纳卡地区，其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俄罗斯的主要力量深陷对乌战争，无力对此地进行干预，再加上美军又在亚美尼亚搞军演，这才使得阿塞拜疆成为以反恐作战为名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日战争期间，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袭击了俄罗斯的维和部队。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在9月20号当天，有不明武装袭击了俄罗斯维和部队车辆，遇难者名单中呢有俄罗斯驻纳卡地区维和部队副司令。事情发生后，阿塞拜疆政府迅速派代表前往事发地，并宣布与俄罗斯维和部队一起调查这件事儿。调查结果出来后呢，也是出人意料。在阿军一日战争期间，总共发起了2起袭击俄军事件。第一起事件是阿军误将俄维和部队当成敌军，然后对车辆开火。第二起事件呢，也是当天发生，而且还在事发地附近。根据阿塞拜疆总检察院的公告显示，这次是亚美尼亚的非法武装人员对俄罗斯维和部队一辆汽车开火。对此，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已经因为这件事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道歉，声称将会将此事彻查到底，所有责任人都会受到惩罚，并且表示愿意向家属提供经济援助。面对这个结果，俄罗斯也是十分尴尬，毕竟阿塞拜疆政府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是误会，并且也主动道歉，愿意承担责任。这一系列的做法让俄罗斯有火没地方发。但问题是，这口气呢，俄罗斯不忍又不行，毕竟俄乌前线正打得激烈，现在的俄军恐怕根本没有余力插手高加索地区。可以预料的是，经过这件事后呢，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肯定会下降不少，并且在大兵看来，纳卡问题的结局仅仅是俄乌战争的并发症的开始，远不是结束。随着纳卡地区签署了一项关于自2024年1月1号起终止其政权存在的法令，存在了30多年的阿尔察赫共和国寿终正寝，阿塞拜疆最终取得了纳卡战争的全面胜利。而紧随阿塞拜疆其后的就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国。前者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原是苏联时期格鲁吉亚的自治州，在上世纪90年代宣布独立，成立了阿布哈兹共和国和南奥塞梯共和国。在2008年的南奥塞梯战争中，俄罗斯派军队进入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政府军作战。格鲁吉亚政府军战败，南奥塞梯战争后呢，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再也没有能力控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了。而格鲁吉亚呢，也将此事视为国家的耻辱，时刻准备着收复领土，实现国家统一。至于另一边的摩尔多瓦，理由就更简单了。在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就一直试图和罗马尼亚合并，毕竟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同宗同文，两者的语言也没有太大差别。但这一点呢，却不被德佐地区的俄军接受。
1991年8月27号，摩尔多瓦共和国宣布独立。为了应对危机，该国于次年初成立了军队，总人数约为 2.5 到 3.5 万人。罗马尼亚呢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和志愿者协助摩尔多瓦。1992年，摩尔多瓦成为联合国成员后，计划武力统一德佐地区。但摩尔多瓦的对手也不是善茬，德佐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虽然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但留守在德佐的 1.4 万余名俄第14军足够强大。双方在打完架后，俄罗斯也借此留下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以维和部队的名义驻扎在该地区。从此以后呢，摩尔多瓦政府一直没有在实际上控制过德佐地区。从以上2个国家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命运和乌克兰十分相似。先前一直受制于俄罗斯，但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深陷战争泥潭。俄军驻扎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军队数量正在减少，经验丰富的军队也被调往了俄乌前线，取而代之的是以缺乏经验的年轻军人和边防人员。俄乌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俄罗斯的实力被持续削弱是毋庸置疑的。或许不久的将来，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共和国，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也会用一种令人颇感意外的方式结束。而除了俄罗斯的周围，世界其他各国呢，也随着这场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对于俄罗斯而言呢，最不好的影响就是北约组织的空前扩大。毕竟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称北约组织正在脑死亡。特朗普要求欧盟成员国增加军费，大家也都不愿意。在俄乌战争开战前呢，俄罗斯的理由之一就是宣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后，北约东扩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但俄罗斯作为5常之一，武力进攻乌克兰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保障国际和平的基本准则，对欧洲安全构成了直接的现实威胁。这直接导致了整个欧洲国家形成了保卫乌克兰的同盟，北约组织也成了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指挥部。这个正在脑死亡的军事组织被俄罗斯的一记电击救活了，并且随着俄乌战争爆发，感到安全威胁的欧盟各国立刻感到了北约的重要性。为了应对俄罗斯威胁，德法等国不约而同地将军费开支大幅提升到占 GDP 的 2%， 以扩军备战。波兰总统更是宣称，在2024年会把军费提升至 GDP 的 4% 以上。除此之外呢，连芬兰、瑞典这样的中立国都放弃了上百年的中立国立场，申请加入北约。最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加入了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的联盟，形成了北约领导下的超过50个国家的援助乌克兰军事联盟。北约队伍空前壮大，军事联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随后，为了削弱俄军的战争实力，这些联合起来的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几十轮、上万项的严厉制裁。据全球制裁监测数据库 Castellum 发布的数据，俄罗斯承受的西方制裁总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 1.4 万项，而排名第2的伊朗受到的制裁总数为4200多项。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总数是伊朗的3倍多。纵观人类历史，俄罗斯应该是历史上遭受制裁最多的国家，未来呢，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望其项背。这上万项制裁呢，不仅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和外汇储备，将俄踢出了国际清算体系，禁止其他国家与俄罗斯进行正常贸易，抵制俄罗斯参加国际活动，让俄罗斯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孤立，就连俄罗斯的猫也没能幸免。在制裁前期呢，俄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股市、汇市喋喋不休，卢布对美元离岸汇率一度跌破了150比1。纽约证交所、伦敦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等欧美交易所纷纷暂停俄企业的股票交易。一时间呢，俄金融市场风雨飘摇，处于危机边缘。但俄罗斯并没有慌乱，毕竟在经过克里米亚事件制裁后的俄罗斯对这个过程已经有些轻车熟路了。俄罗斯相继建立了手机快速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打通了替代性交易通道，可以基本保障国内金融交易。同时，俄政府还紧锣密鼓地颁布了一系列战时法令，提出了不友好国家的概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制措施。例如，按照天然气卢布结算令的规定，不友好国家需要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从2022年4月1号起用卢布结算从俄购买石油天然气。
再加上欧洲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上对俄有严重依赖，特别是德国，其天然气需求的40%来源于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欧盟国家的制裁并不算猛烈，因为他们还无法彻底断绝与俄的经济关系，最终制定了3年左右时间，彻底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计划。而俄罗斯方面呢，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反过来以减少切断油气、煤等给欧洲国家的能源供应相威胁，减少欧盟国家对俄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此期间呢，一度传出在俄罗斯断气后，欧洲人挺不过这个冬天的传言，但实际上呢，却并没有那么夸张。虽然俄罗斯的断气会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并不会影响欧洲人过冬的问题。随着俄欧主要能源管道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欧盟国家也开始到处开辟新的能源供应来源，结果就是欧洲天然气在冬季库存满满，用不完，而导致天然气价格暴跌的场面。显然，东将军并没有帮助俄罗斯战胜欧洲。到了2023年初，欧洲国家呢已经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对俄能源的依赖了。这是因为世界上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供应并不短缺，以现代物流供应技术建立替代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新途径并不算困难。在科技领域，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同样十分剧烈。在战争初期，就一度传出有俄军士兵在撤退时将乌克兰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家电带回后方，准备用于其他武器使用。这一点呢，也在后来俄军使用的海鹰10无人机中被发现了。这款堪称粗制滥造的无人侦察机，毫无悬念地被装备了相当多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的乌军大量击落。在拿到这款无人机残骸之后呢，有乌军士兵对其进行了拆解，还做了一个开箱视频发到了网上，彻底揭露了这款无人机的真面目。结果呢，这款价值10万美元的无人机内部几乎没有任何科技含量高的产物，其用来侦察的设备竟然是一台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布的日本佳能单反相机，型号为 EOS600D。如今这款单反相机呢，即使在配备了一颗18到55毫米镜头的情况下，外卖的价格也不过400欧元。除此之外呢，这款无人机上的无线电接收器、高频放大器、遥控芯片以及飞控芯片等等，几乎全部是进口自西方国家。由此不难看出俄军的技术代差之大。此次俄军表现并不好的一大原因就是装备水平，尤其是信息化水平太过落后。毕竟在高新技术方面，俄罗斯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在经贸关系几乎断交的情况下，俄罗斯无法获得欧洲的高新电子和芯片技术，这使得他们在武器研制和制造方面变得较为困难。因此总的来说，尽管俄罗斯早有准备，西方的制裁风暴还是对俄造成了巨大伤害。另外，由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遭到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谴责，国际刑事法院也在今年3月17号以战争罪向俄总统普京发出了通缉令，许多国际组织会议都不邀请俄参加，俄罗斯代表去参加国际活动也会遭到欧美及其他国家的抵制。显然，这场战争已经让俄罗斯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敢公开支持他的国家也只有个位数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